All right. Wait a minute. You're What's up? too tall. Can't see your forehead. Can't see your forehead. Is this good? Up a little. Like this? Perfect. New stool. New stool. That's the way to show it Too off. much fun with that. Alright,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Nick Easy 的频道，也欢迎来到 Nick 的电影学堂。那我的这一个视频特别就是 Nick 的电影学堂这个教学系列，是致力于就是给你解析好莱坞大片电影制作中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理论的知识，还有一些电影学院学到一些系统性的这一个电影拍摄的一些理论知识。然后呢，我会提供就是教学，帮助你就是如何更好的将这些理论知识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个视频拍摄当中。那我的目的就是以此拉近就是我们日常制作的这个视频与专业的好莱坞电影之间的这些距离。那这个叙事性的这个电影运镜的教学系列，也就是你现在正在观看的这个教学系列，便是我觉得最能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案例了。就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个系列的第一部，或者我之前的这些云台的教学视频，我会强烈建议你就是先去看看那些视频。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视频里面讲的这一个云台啊滑轨运镜的这些动作都非常非常的进阶，那对新手来说可能会有一些难度。Spin into it. Wait, try again. New stool. OK， 那之前的教学系列视频都看完了吗？如果看完了，我们就继续今天的视频。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讲解的是其实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专业的电影运镜方式，那就是推动 push in。 何为专业的运镜？那我认为呢，就是看似简单无奇，但是却具有很强大的这个目的性的运镜方式。就如果你真正学会了如何去使用这些运镜，我觉得你的画面呢就不再会是就是花里胡哨的只为炫技而运镜的运镜，就是真正的为了画面的叙事性而做的运镜动作。那在很多这个经典电影中，我们都会看到就是他们都有运用到这个 push in 或者叫 dolly in， 就是推进。像是大家心里的，我估计是大家心里的神作吧，教父，当然是我心里的神作。教父里面的这一幕，就是随着相机，我们这个看到相机慢慢的推入到Michael 的脸上。那镜头呢，其实在这一幕中，就是在下意识的告诉观众，就是我们要好好注意 Michael 接下来的动作。那这一幕中，镜头从宽变紧，也进一步的就是给整个画面产生了一个更加紧张压迫的感觉，那就是完美的就是将这个观众带入到接下来很严肃的这个叙事的这么一个场景里面。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使用 dolly in 是一个可以在观众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就将他们的注意力逐渐拉到你想要表达这个集中的这个人物身上的这么一个运镜方法。那在日常拍摄中我们使用起来也是当然是十分简单的，那就是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宽镜头，比方说24mm 35mm 也可以，就是完全可以将这个相机就是放在这一个我们日常使用的稳定器相机云台上面。那最好就是按住这一个云台前面的这一个按钮，就是可以确保这个上下左右这个四个轴都是固定的。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整个云台就是往前推进。那我也强调了，就是最好呢是用宽镜头。因为这样子的话，手持的云台的这一些抖动因为你手持你再怎么说都会有一点抖动在里面，那这个手持云台抖动呢，也可能就是不会显得太明显。那在推动的时候呢，也可以加入一些其他的方式，比方说就是用这个按钮将这个相机往上或者往下这样运镜，那也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效果。那这一些呢，我之前在我们之前的这一个运镜教学中，其实我也都有讲过。那这个云台拍摄推进的这个干货就是，首先我们是希望这推进的速度越慢越好。那所以你就首先就是要向前推进的时候，你的这个动作希望缓慢一点。因为像看之前这一个教父里面这个画面，它其实这个相机往前推入的这一个动作是非常非常的慢的。因为就在这个慢动作的时候，你才可以更好的将观众的注意力更好的就是放到这一个演员的这个面部表情上面然后这些细节的这些上面。如果太快的话呢，就感觉像是在拍《速度与激情》在拍飞车一样，那种感觉就不是
不会更好的有这个叙事性的这一个意义在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到这一个标题里说到的构图的变化。那估计你也会好奇，何为构图的变化？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另外一个神作，有很多神作。当然，这些电影都是我在电影学院中真的是一直有学习的这些电影，所以我想把这些电影分享给你们，因为确实这些电影真的有很多可以学习的这些好的镜头在里面。那接下来就是这个电影的镜头，这个公民凯恩的这一幕。这个画面中，镜头在缓慢的向前推进的同时，这个镜头也在向右的挪动。以此呢，就是在运镜的时候，我们首先是看到，就像之前的《教父》一样，是从一个宽镜头，然后就是两个人都在画面中的这么一个宽镜头的一个构图，变成了到最后只有这一个角色的这么一个窄镜头的这么一个构图。那这个镜头呢，就是将这边的这一个右边这个人物和左边上面这个画像里面这些人物都从他这一个画面中给推开，画面到最后只是集中在这一个人物的身上，以此呢，就是塑造出他在这个镜头里面，他才是这个画面中的主角。他从一开始3个人被占有的这个画面，变成他最后1个人占有整个画面，也进一步的就是巩固了他在这个镜头里面，甚至在这一个叙事这里面，他的这个地位有多高。那在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部韩国电影中，这个《杀人回忆》中，那其实他也有用上这个技巧，但是他用的我觉得是非常更加的精妙。那在一开始这个画面中，一开始是4个人的这么一个镜头，那接着我们就可以看到相机开始缓慢的向前推进，随着相机推进，这个画面变成了3个人，到最后的2个人，再到最后变成了1个人。那这个画面就像是导演就在告诉我们，就是说这4个人当中，我们作为观众我们要将这个注意力到底放在谁的身上，谁在这一个4个人当中，到底是谁会紧接着就是引领着我们进入到后面的更加重要的叙事环节。这样子的运镜方法，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就是相比单纯的裁剪，那我在这里也就是帮你把这个画面把它给裁剪出来。那你可以看到，这样子对比下来，这样子缓慢的没有中断的这么一个往前推入的这么一个运镜动作，会给观众一个更强烈更持续的这么一个紧迫感在里面。那进一步的也是让你的叙事就是更加达到你的叙事的这么一个目的。那像我之前这个说的这个缓慢推进，那其实最好就是在用云台的时候，我们最好就是用这一个120帧或者60帧的这么一个拍摄的这么一个帧率去拍，然后在这个后期把它放慢。但是如果你实在就是想拍这个缓慢的话，你想拍一个24帧，你想拍一种比较更加真实的一个帧率，那你就必须就是要用上这一个滑轨来完成如此缓慢且精准的这个推进。What's up? We need to show them the epic cinematic B-roll. Oh yeah. Yeah. Oh yeah. We let's we go. gotta pan it all up. Go. All right. Go. Okay, go. Okay, let's go. You want to do this? Yeah. Let's do it. Ready to lose? Okay. Alright, let's see. Okay,
Fine, fine. You won. Okay, happy now. Whatever. I won. OK， 那要想完成这种更加专业的同款运镜，我们呢最好就是用上一个滑轨，因为如果呢只是完全靠手持云台来推进的话，就很难做到就是如此缓慢且精准的推进。那这次我们的教学器材呢是由这个 YC Onion 洋葱工厂提供的他们的这个热狗滑轨。这个滑轨很特别在于呢，我们就是如果想要控制这个相机的左右移动，一是可以就是直接使用这个滑轨上面的这个轴去这样子去控制，你可以看到这一个相机就会可以这样子左右转动。二呢是这一个滑轨也可以完美的适配我们就是平常日常使用的这些云台，像是我平常使用的这一个智云啊，还有大疆 DJI 这些云台都可以就是直接连接使用。所以在运镜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仅可以得到滑轨的一种更加专业的一种平稳的这个运镜效果，也可以使用到就是云台的更加自由的左右上下这种移动的这个效果。那因为有了滑轨，有一个干货呢，就是如果想要制作出一个更强烈的一个效果，像是在这个好家伙里面的这一幕。我们最好呢，就是可以用上一个比较长焦距的镜头，像是Zeiss 55mm 这一类的镜头。这个效果呢，我之前也有讲过，就是一个叫 Parallax 的这么一个效果。那因为呢，如果我们用长焦距的一个镜头，背景和前景的变化看上去呢，效果也会更加强烈一些。就是这一个人物所在这个前景和这个人物背后这么一个背景，他们这个空间的这么一个交错的感觉。那我们在真正的这一个拍摄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事先就是在这个手机上面用这个手机软件去就是计划好推进的这个 A 点和 B 点。那因为我们这期呢讲的就是推进嘛，那自然我们是希望将这个滑轨就是面对着 ASI 的这个方向。那不过呢，当然我们也不是就是直接这样子正对着，因为我们是希望就是将这个 ASI 的这个人物呢，它把它放在这个3分线法则中镜头的右侧。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画面的这个左边，它就会显得太空荡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可以学习一下，就是之前展示了我们教父中的这一个镜头，就是我可以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呢，用我的这一个肩膀和这一个手臂去这样子充满住这一个镜头的这一个左侧。然后呢，在这个逐渐向前推动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就是用这个镜头去逐渐的就是越过我的这一个肩膀或者手臂。那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使用推进的一个技巧，那就是你希望就是画面中它是有一个前景中是有个物体，就是可以遮挡住，一开始是可以遮挡住一部分的这个画面，这样子当这个相机到最后就是越过这一个前景的物体的时候呢，这样子也会使这一个推进的效果就是会更加的强烈一点，让观众也能看到就是这个相机真正的就是越过了某一个物体，确实是在往前推动。我还有一个镜头呢，就是用了这一个智云的 Vivo S，因为可以直接就是用他们这一个洋葱工厂这个软件直接去控制这一个云台，所以呢，我就整一个这一个画面这个运镜的设置方法呢，就是我将这一个滑轨正对这个 ASI 的肩膀 ，ASI 是坐在这里嘛。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滑轨我从这个 A 点设置到 B 点的时候呢，它会移动到就会推过这一个 ASI 的这个肩膀，就像我之前说的，可以推动过这个前景，然后最后呢就是集中到这一个将这个象棋就集中到画面中心。这样子的话，到最后呢，也就是更加突出了我和 ASI 当时这个下象棋的这个画面这个激烈性吧。Yeah, so that is how you film a chess tournament using a gimbal and a slider. Nick is a little bit upset from his loss, so I guess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Farewell, goodbye.
OK， 那对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想要学习更多这一个专业的打灯、云台运镜、调色，就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因为这些教学视频呢，我会一期一期的持续的出下去。那当然也谢谢大家支持，也确实是真的是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有这个动力继续将这些教学视频做下去。OK， 那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Yeah. Yeah. By the way, Nick's pretty happy with his studio right now. So we're probably gonna do a tour. So if you want to see that, tell us in the comments or let us know. This is like a rocking chair. Oh, it makes you dizzy though. Whee! 也是不会，那所以其实我You've been practicing without me, huh? Wait, you be practicing behind my back.